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染发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了。那很多人说染发染多了会致癌，那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？虽然大家都说染发膏中含有苯二胺，苯二胺有致癌性，但其实苯二胺并不是公认的致癌物，只是被列为可疑致癌物。所以说，经常染发是没有科学依据的。虽然染发不能够致癌，但有3类人最好不要染发。第一类，孕妇。孕妇是不适合染发的，因为这样会增加过敏的几率，还会给孩子带来伤害。第二类，对染发剂过敏的。对于过敏体质的人，最好不要选择染发，因为这样的人也可能对染发剂过敏，会给身体造成伤害。第三类，头皮有破损、溃烂的人，那对于这样的人最好不要染发，不然会伤害头皮，加重病情，对健康也不利。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染发会致癌，但也要注意不能频繁的染发。建议大家1年染3次，每次间隔最好超过3个月，这样对健康才有帮助。好的睡眠可以帮助我们维护身体健康。但现在很多人由于压力大，经常会出现失眠多梦、睡不好的情况。那该如何提升睡眠质量呢？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能够缓解失眠。这个方法就是敲打头部。首先将我们食指张开，用指腹敲打头部，不用管穴位和固定的位置。如果感觉到疼痛的地方，就可以多敲打几次，这样从前往后的敲打，每天睡前敲打5分钟左右。敲打头部可以改善头部血液循环，帮助疏通经络，同时还能够适当的刺激头部神经，对促进睡眠、缓解失眠有很好的作用。那经常睡不着、睡不好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。除此之外，经常敲打头部还能够清醒头脑、增强记忆力，对身体健康有益哦。7，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常见的中药，而且营养成分很高。对于有高血压的人来说，经常会吃3七粉来降血压。那么3七粉真的能降血压吗？答案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哦。3七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物质、皂苷以及多糖等，有很好的扩张血管和增强血管弹性的作用。但是对于高血压的人来说，不能够仅仅依靠3七粉来降血压，因为3七粉是不能够治疗高血压的，它只对延缓高血压发展进程有辅助作用。所以有高血压的人是可以吃3七粉的，但是不要把它跟药物等同。还有，如果血压在1天内波动的比较剧烈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适合服用3七粉的，大家一定要重视。生活中我们很多活动都要依靠腰部来支撑，但是平时有很多不好的习惯都会给腰部造成损伤，出现腰酸、腰痛等情况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练一练，有很好的养腰护腰的作用。首先自然站立，全身放松，然后将左腿向后伸直，双手尽量的向后伸展，身体保持平直，坚持5秒，回到站立的姿势，再换另一条腿，也是坚持5秒。每天这样练习3到5分钟就行。之前我们做的都是俯卧的小燕飞，那这个站着的小燕飞比较简单，经常做这个动作对疏通经络、畅通气血有帮助，有利于增强腰背肌肉力量，对改善腰痛、保护腰椎有一定作用。那想要腰好，大家平时还要注意不要太劳累，多休息，还有多锻炼身体，这样可以让骨骼和腰肌变得更强壮。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上是养生的好时候，而且早餐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早餐吃对了，那么对肝脏也会有帮助。第一个，蔬果类。蔬果类食物中含有大量的水分和维生素，比如菠菜、胡萝卜、苹果等。早上适当吃一些，不仅可以为身体提供维生素，对肝脏健康也有帮助。第二个，粗粮谷物类。吃早餐的时候，适当的添加一些粗粮谷物，可以帮助身体增加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B， 比如小米、豆浆等，能够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，为肝脏减轻负担。第三个，含硒的食物。生活中含硒的食物有很多，比如鸡蛋、蘑菇、肉类等。吃早餐的时候，适当的吃一些这些食物，可以增加肝脏的解毒能力，对养肝护肝也有帮助。那上面这3种有营养的食物，早餐时配合吃一些，肝脏也会感激你哦。
很多人脑供血不足，可能是因为血管堵塞、血液循环不畅所引起的。那该怎么预防脑供血不足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。动作也是非常的简单，首先自然的站立，腰背挺直，双腿并拢，然后将两手交叉在身后伸直，尽量的将手臂往上举，就像用肩胛骨向上推头的根部。这样坚持5秒，两个手臂再快速的落下，敲打腰部，这样反复的做20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使血管扩张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清理血管内的垃圾，有很好的疏通血管的作用，能有效的缓解脑供血不足。平时预防脑供血不足，还要注意饮食清淡，多进行体育锻炼，养成有规律的作息时间，这样对大脑健康有帮助哦。经常在家里做饭的，如果一顿饭吃不了，很多人又舍不得扔掉，就会放在冰箱里留着下一顿吃。那么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呢？下面的这2种最好扔掉，可以告诉家里人。第一种，绿叶蔬菜。家里如果剩了绿叶蔬菜，最好扔掉，千万不要隔夜，因为绿叶蔬菜在放置6小时后，硝酸盐含量就会升高，时间越长，对身体健康越不利。所以大家在吃绿叶蔬菜的时候，最好能吃多少做多少比较好。第二种，海鲜。海鲜也是不适合隔夜吃的，因为隔夜的海鲜，其中硝酸盐含量也会升高，而且还会产生一种蛋白降解物，会影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健康。那海鲜放置时间长了，也会滋生细菌，容易引起腹泻，所以大家尽量也不要隔夜吃。疗养生送健康，木子带你一起科学养生，欢迎收看本期内容。血液粘稠很容易导致血栓形成。当血液粘稠时，身上可能有2个信号，自己要留心。信号1，视力模糊。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以为视力模糊可能是年纪大了的事儿，其实还有可能是血液粘稠，血管堵塞了，导致视网膜供血失常，就出现了看不清东西的情况。信号2，总是头晕。如果经常感觉头晕，尤其是早上很明显，也要小心是血液粘稠了。那该如何改善和预防血液粘稠呢？平时可以多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是海带，海带吃法有很多，可以凉拌，也可以煲汤。那海带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胶质，有很好的净化血液的作用，经常吃可以防止血液粘稠，预防血栓。第二种，芦笋。芦笋软嫩可口，是开胃助消化的食物，营养也很丰富。那芦笋中含有大量的芦丁，可以加强血管壁弹性，清理血液垃圾，对预防血栓也有很大作用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和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希望大家可以坚持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